大家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周一。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说的第一个品种是港股的长实集团，同样它也是来自于咱们的一个粉丝约稿。这里先说一下关于这只股票的一个结论吧。从长期走势来看，这一只股票应该还没有见底，但是阶段性的中期反弹还没有完成，意味着中期我们看反弹向上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后期一旦反弹完成，向下可能还会再次创出新的低点。那下来我们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来研判一下这只股票为什么长期我认为它没有见底，以及为什么当前的中期我认为它的反弹还有空间。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它的一个月线图月线图最早的数据是来自于2015年6月份，那截止现在的话大概就是10年的一个时间。在这10年的时间里面，它整体的走势是一个震荡下行的一个格局。首先我们先来研判第一波走势，它的高点是出现在 77.55， 低点是出现在 38.20。 在这一轮走势里面，其内部结构出现了一个三波形态，然后展开了一次超级反弹超级反弹。这个反弹浪我们用其他颜色蓝色段来表示。第二次的高点是出现在 75.30， 低点是出现在 33.40， 同样它的内部形态也是出现了一个三波的下跌走势。那以现在从 77.55 运行到此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2次三波的一个下跌走势然后2次这个蓝色段的反弹。那从当前的这个运行的结构来说的话，两种预期第一种是目前是在走一个终结楔形，从高点向下再走一个终结楔形。第二个就是当前从 77.55 向下再走一个三重三浪。其实无论于哪一种形态，都预示着后期整体向下的下跌走势并没有结束。因为按照第一段的下跌和第二段的下跌来运行的话，那么目前虽然从这个第三次的反弹高点57，它已经跌到了新的低点出现 28.10，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内部结构它是走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五浪下跌形态，1、2、3、4、5。那既然这个五浪下跌形态出现，我们发现这一次第三次的下跌结构和前面2次下跌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前面2次是3波，这次是5波。那么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从57跌到 28.10， 这次的下跌仅仅是之前下跌这个结构当中的第一波比如说我们可以参考这一波走势它是从这个 72.50 跌到 33.40。 那也就是说明后期继续向下看，此处反弹必须要等待此处的反弹全部结束。那么我们通过黄金分割大概划分一下，那大概就了解了它现在所处的位置以及它向上反弹的一个幅度预期。那如果我把57港币开始下跌结构以这样的方式划分，那么就很符合之前的这个下跌走势的内部结构。同时无论是它是终结楔形也好，三重三浪也好，它整体的下跌三波形态里面都是会出现这个所谓的内部子浪三波。那我们先按照终结楔形去运行来看待，那这里就是一浪、2浪反弹、3浪的再次下跌、4浪反弹，后面还有一个5浪。那目前来看只是运行了5浪当中的第一次下跌，近期会有一个反弹，反弹结束之后才会再次下跌创出本轮的一个新低。同时这里我们可以借鉴一下这个趋势线，那可以看到趋势线其实在当前的这个位置它是形成了一定的支撑，所以这里出现较大幅度的反弹，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并且这次反弹的它的一个级别可以参考这一阶段的反弹，它们俩是同一级别的，只不过反弹后期的反弹幅度可能没有上一次那么高，但是至少我们从保守的反弹这个预期来看的话，那么至少也能看到黄金分割 0.32 到 0.5 这个区域，也就是 39.30 到 42.80。 那
至少也是能看到这个区域。那从当前的点位35来说的话，向上的空间大致还有4到7块钱的这样一个幅度。这也就是视频一开始我一直说的结论，长期来看下跌走势还没有结束，但是中期是有反弹。所谓的中期反弹就是指的这一次从 28.10 向上的反弹它还没有完成，这是当前我们对于整体大结构的一个分析。那下来我们就看看中期这个反弹还会不会给到我们一个参与的机会。这里我想将其他的线段的时间周期调整一下，那我们接着将时间调整到周线图。那么如果大家有其他好的品种，欢迎继续给我们留言。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目前对于国内 A 股，因为政策原因或者是平台审核原因，我们暂时不涉及。从当前的位置来看的话，短期这个长实集团它是受制于最后一个反弹的平台高点的一个位置。同时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是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线的一个压制，此处出现短期调整也是很正常的，很正常。那么当前的位置直接去追，那么意味着上方的空间就比较小，因为要追的话只有突破上一次的次高点 36.35， 突破了这里我们才能确认底部的这个区间打破了，将会向上延续这个反弹走势。但是突破 36.35 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向上的空间变得小了，只有3到6块钱的一个空间，所以当前这个位置直接去追并不合适。在没有突破这个区间之前，我个人认为是能不能等待它出现一个小级别的调整，我们再进场。这里我们继续通过黄金分割找到它下方的支撑位于哪里， 33.40 这是找到第一个支撑。如果是对整体的回撤修整的话，那么下方的支撑它就位于31到 29.90， 以上两处才是我们可以去参与的位置，并且呢抵达这个目标价格区间之后第二点就是要出现日线的底分型和十字星，才能确定这一处的支撑区域是有效果的，否则如果直接跌穿的话，并不具备一个介入的机会。因此从目前我们整体结构的一个划分，那么我们也就知道了，当前我们做的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周线级别的一个反弹走势，而且上方的空间是有限的，并不能看得过于太高，因为毕竟现在已经处于第5浪的后半程了，可以说是到后半程了，后期毕竟还是向下要看出有一个新低会出现，所以此处就算我们短线要参与，也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风险账户资金的风险，不能任由你的账户资金的浮亏无限变大。因为如果从39的位置向下跌破28甚至于去到25或23的这样位置，那其实可以看到大致还有10到16港币的这样一个下跌空间，其实下跌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里唯一的机会就是说周线级别给不给到我们短线的一个回撤机会，我们稍微能参与一些，同时保持一定的清仓，因为毕竟它定义的性质就是反弹，不是反转。好，这里再说一下，如果是咱们的社群约稿的朋友，那么一定是要私信再告知一下我你想关注的品种，因为有时候评论区回答这个问题之后难免会有遗漏也是为了保障这个您对于你的这个品种的一个服务。当然如果大家想了解我们的会员这个权益以及会员资格的话，也可以加我的 QQ 继续来沟通一下。好，今天上午的第一个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